今年最吸引人的复仇韩剧真的超好看，《黑色地心娘》一开始就超级震撼，这部爽快的复仇剧真是不容错过。妻子独自在家空守着房子，而丈夫忙着安慰女下属的孤独，从他们俩的互动就能感觉出来，他们之间的火花已经到了顶点。但这男的还没意识到，这将是他人生中最糟的决定。被迷惑的丈夫一回到家，看到床上的妻子，忍不住向妻子提出离婚。妻子以为丈夫只是喝多了开玩笑，只是开个玩笑而已。丈夫的支支吾吾让妻子猜到了真相，妻子马上反应过来，他外面有人了。丈夫没否认妻子的猜测，妻子坚决回应绝不离婚。但丈夫已迫不及待，坚持要妻子第二天和他去办离婚。他不想耽搁那位女孩。妻子让他把头放进冰箱冷静一下，完全没想到，丈夫转身就开始收拾行李。妻子终于忍无可忍，质问他到底哪里做错了。这15年的家务全是我在做，还有照顾你妈妈，我们的女儿现在成绩也是顶尖的，你现在不也是执行董事了吗？你到底还想怎样？我也不再年轻了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但这些话都无法唤醒事业有成的丈夫，他甚至连个道歉都没有，拿着行李就这样离家出走了。他之所以这么急于离开，是因为外面的床更加柔软，但他还不知道，他深爱的女人第二天将让他崩溃致死。第二天，妻子找到他的公司，整晚思考后，他不再犹豫，拖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没有意义，所以他决定放手。转身时，他告诉手下自己释然了，接着开始处理挪用公司资金的事。他打算用这些钱安排他们的未来，但这无异于给狐狸看管兔肉。女人显然不同意，男人表示这笔钱必须用来偷偷补上公司的亏空。他说赚的钱足以支持他们的生活。女人嘲笑他不要天真，即使补上了，这也是违法的。男人怒气冲冲地抓住他，问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你让我挪用的，你说赚了钱我们就能好好生活。女人突然装作毫不知情，我没拿过你的钱，我也没说要离婚，我的账户和你无关。这时男人才意识到自己被他玩弄了，但女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。公司很快开始调查他，一笔10亿的工程款未入账，男人如实说明，那笔钱被手下的组长拿了。他没想到上司直接播放了组长的举报录音，说他们拿到款项后，那晚执行董事对他施暴，还威胁他不许泄露挪用款项的事。由于事件严重，人事部开始考虑他的去留。他气冲冲地质问真爱，细数他的狠心，说什么勒索，说什么性侵，这全是你自找的，你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，现在还反咬一口。心虚的真爱希此刻只能沉默，只有远离男人，他才可能摆脱困境。这时候妻子已经在家准备好离婚协议，等着丈夫回家。妻子却已经离开，丈夫看着已签好的离婚协议，一口气灌下一杯烧酒，试图麻痹自己，但难以逃避的还是来了。接到警方的通知，真爱希女士控告他性侵，要他明天去警局录口供。这时的真爱希拿着他的钱正享受着，这时他才想起妻子，连连道歉，说了3遍对不起。原来是被真爱希玩弄，他利用了我，挪用了公款，还反过来告我，如今一无所有，工作房子连你我都失去了，我真是个傻瓜，不求你原谅，只希望你好好照顾我们的女儿。听着电话那头沮丧的声音，妻子心软了，想回家看看丈夫，但此时丈夫已慢慢爬向天台。妻子刚下车还未进门，突然听到一声巨响，妻子的心已经彻底冷却，因为她面前的是她丈夫血肉模糊的身体。她读着丈夫留下的遗书，遗书里详细描述了整个事件和她的道歉。妻子痛苦万分，此刻她对丈夫已无恨意，只是觉得为丈夫感到不值。她冲进真爱希的办公室，本能地开始拉扯对方。不久后露出的纹身成了关键证据，尽管妻子一再强调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阴谋，你害死了我的丈夫，但这全是徒劳无功。没想到丈夫一死，法院竟来没收我们的财产，连他的车也被没收了。女儿的生活一夜回到解放前，但母亲的一次机智操作彻底改变了女儿的人生。那个风韵犹存的女人故意穿了黑色礼服，当她拉下拉链的那一刻，她意识到自己成功了。外面的野花总是香的，但她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，最终走投无路，但一切都已来不及。她点燃了一支烟，然后跨过了护栏。她知道现在一无所有，是咎由自取。妻子刚回到家，他就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随后法院还封了他们的家，做了15年家庭主妇的他一切归零。而那个罪魁祸首的女人知道，只要安然度过3天，这一切就会翻篇。即使妻子知道了他们的关系，她也无能为力，因为没有证据。很快她凭借研究生身份成为了一名教师。一转眼1整年就过去了，她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恭喜她成为雷克斯会员。起初她还以为发错人了，直到回家的时候，她妈妈递给她一张雷克斯的会员卡，
还让她挑一个男人。这里的男人都是高价货，得好好珍惜。女儿问妈妈花了多少钱，妈妈心疼地伸出一个手指。女儿立刻质问她疯了吗？妈妈却教育她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雷克斯婚介所专为富有男性提供高端配对服务，但1000万实在不是小数目。妈妈哪来那么多钱？果不其然，女儿发现妈妈连戒指都卖了。妈妈虽然说戴戒指不方便，但女儿明白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于是她来到这所谓的高级红娘会所。她不是来住的，她要求前台办理退款，因为她根本不知情。母亲替她办理了会员。前台查了查她的信息，让她等一下主管有空了见她，但主管正在忙。这位主管曾穿黑色礼服，让男人们难以抗拒。他用骗来的钱贿赂高管，帮他成功配对。尽管如此，主管把最优秀的会员资料给他挑选，但这些要么是老头，要么是更老的老头，最年轻的都56岁了。但他清楚地记得，在等电梯的时候遇到的这位是韩国富豪榜上的李亨珠，他就是这个会所的会员之一。他来这里就是为了找李亨珠。亨珠凭借对游戏的天赋，自创的公司让他赚得金山银山，但他的婚姻生活却是一片狼藉。自从他妻子离他而去，他开始格外关注他的儿子，不管多忙，总会找时间陪伴儿子。他们常一起玩游戏，似乎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懂。于是他的母亲偷偷给儿子报了名，报名的是雷克斯婚介所。一方面是让未来的儿媳知道他儿子很受欢迎，另一方面是他想儿子有人照顾。尽管儿子解释说他对女性已无兴趣，但母亲不听，他已经报了名，不想让我再操心，就自己看着办。正是这母亲的一番作为，让真爱的心动不已，感到无比欣慰，甚至不惜花大钱让高管配合。高管在外面等着退款的同时，无聊地观赏着花瓶。艾希正要离开，突然和崔总面对面撞了个满怀。这个名字让慧生本能地转身，但这一转身不小心打碎了客厅的花瓶。这一声响让两人目光四射。必须知道，她丈夫的死与眼前这人有关。原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，没想到这才是真正的开始。从他们的眼神交流中，崔总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。而当慧生蹲下来开始自己清理破碎的花瓶时，崔总迅速上前扶住了他。这一幕让慧生下了决心，他相信眼前这个人能帮他扭转局面。但他不知道，崔总表面温柔善良，实际上却不择手段。但在看到真爱希那一刻，他已经决定，他要赌上一切，一往无前。女人在瘫痪的丈夫面前故意缓缓解开扣子，轻轻地拉下裙子的拉链，衣服随之滑落。老人只能无助地吞咽口水。女人并不总是这样，只是今天老头表现得太明显了。因为他刚回到家，就看到客厅最显眼的地方突然多了一张和儿子的合影。保姆尴尬地解释说是会长让他挂的。他表面上看似平静，实际上他知道老人想念儿子。尽管儿子已经成年，却从未主动去看望过父亲，因为在他心里母亲永远是最重要的。他的记忆中始终回荡着父亲打母亲的声音，响彻耳边。即使母亲无力还手，父亲还是会上前狠踹两脚。现在每隔3天就要去医院，都是因为他父亲的所作所为。母亲的病让他长期住院，但这次母亲似乎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。尽管儿子安慰他会没事，母亲却用他最后的力气劝他回到父亲身边，夺回属于他的东西，不让其他人拿走。母亲口中的那个人就是这个和他父亲同床共枕的女人。他怕他不知道，还特意介绍自己是崔雨山。男人打断他问父亲没来，女人解释说你父亲有个紧急会议，让我向你表达他的哀悼。儿子很冷静又礼貌地回答。这是女人第一次见到老公的儿子，确实出乎她预料。她原以为他们不会再有交集，但她不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行动不便的老头还在追问有没有告诉我很想他。听到小嫩妻说已经转达，老头这才放心。小嫩妻并没太放在心上，毕竟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他用老头的钱开了一家雷克斯高端婚介所，但这里面的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为了钓个金龟婿，有人不惜重金收买高管，晚上女人帮瘫痪的老公洗脚。老头显然很享受这一刻，小嫩妻看起来也挺情愿的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敲门。老头万万没想到儿子一回国就来看望他，更没想到儿子会主动要求回家。小嫩妻听后稍微愣了一下，听着老头开心地夸儿子终于成熟，老头可能对儿子有些期待。他表面上端着茶，实际上在商量硕珍10几年没回来住了，可能会不习惯。硕珍淡定地回答没关系，他以前一直照顾母亲，现在是时候来陪陪爸爸了。一通夸奖让老爸笑得合不拢嘴，老父亲听着都乐开了花。女人没吭声，心里却默默记下了这些话。聪明人都明白，硕珍回来是有目的的。望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
一定要完成母亲的遗愿，夺回属于他的一切。吃饭时简单的一个动作，这位所谓的父亲明显费了不少劲，但他看起来精神很好。问儿子今年多大了，儿子虽然心里不高兴，还是老实回答自己42岁。父亲马上严厉地责问：这么大了还不结婚，都干了些什么？马上催他快点结婚，我想抱孙子，你是我唯一的后代。随后让年轻妻子帮忙安排，这是你的专长。年轻妻子马上答应。为了家里氛围更融洽，父亲建议儿子叫那女人一声妈。儿子瞥了年轻妻子一眼，场面顿时尴尬。我才比你儿子大4岁，但这老头子思想真开放，辈分和年龄没关系。人们说男人都喜欢年轻一半的女人，尤其是那种让人觉得可怜的。一位看似文文静静的教授这样说，告诉女人要知足常乐。你只是个研究生，还想拿比教授还高的工资，不现实，但我可以帮你进一步深造，那样就没问题了。他立刻靠近了惠生，然后突然伸出爪子，谁都能明白他的意图。果不其然，还是老样子。教授说等下，我们找个地方活动活动。惠生立刻甩开他的手。为了保持表面的和谐，惠生提醒他，教授你喝多了，你喝多了。刚出门就碰到了秀珍。惠生表面看似镇定，实际上他非常讨厌这个男人。显然惠生不想和他继续喝酒，没想到刚走到门口，这个老教授借着学术交流的名义，让他别想太多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开了，随时可以找我。惠生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。那老头终于走了。惠生知道，一个女人若无丈夫保护，总会吸引些讨厌的虫子，但他没有注意到身后那双复杂的眼神一直看着他离开。但在随后的舞会上，他终于听到了惠生对他当年的不满，那些对他的怨言。女人的丈夫刚去世不久，就被人指责为无情无义，女人则机智反击，连你这样的人都在这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短发妹试探着问，你是不是太想要男人了？惠生避开了话题，好奇这些人是否知道你的过去。短发妹警告他，诽谤我名声，对你没什么好处。这句话让惠生明白了真相，这家伙真紧张，紧张也是正常的，毕竟他把别人的老公给坑了，但也不能全怪他，谁让那人承受能力差，还好意思想得这么美，居然想利用他贪污10亿，就当是陪睡的代价了。可对方太固执，偏要让他吐出那10亿，他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，反过来告了他。结果那人从100米高的天台跳下，现在后悔被那种女人盯上，他还能在那会所里混吗？惠生现在只想好好照顾女儿长大。得知母亲在父亲去世后找了份讲师工作，他为母亲的独立感到骄傲，也提醒自己要尽快走出父亲的阴影。某次两人在餐厅吃饭，碰到了一个教授，他甚至没客气就坐下来一起吃。这老头可不简单，表面上在孩子面前夸奖他妈妈多能干，然后借机提起那个项目，让他再好好考虑一下。一开始他以为这项目是教授特地给的照顾，可以让他多赚一份，他本来高兴地答应了，没想到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艾希为了让他闭嘴贿赂了他，他二话不说就拒绝了，这也让他知道真艾希很害怕。现在这位没眼力劲的教授还在劝他接下这个项目吧，好歹是真艾希代表公司来邀请你，这可是忠诚和真艾希3个字的体现。女儿全都听进去了，半夜趁妈妈睡着，偷偷拿起她的手机，找到了真艾希的联系方式。第二天给那个害死他爸的女人打电话约见，但他还太年轻，根本不懂这女人的手段。当车窗摇下时，女孩其实很害怕，但她还是鼓起勇气和他到江边去了。女孩的目的很明确，你害死了我爸，别再来骚扰我妈。她也许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慢慢的走进女孩，继续为自己辩解。但那女人直接塞了她2张小钞，让她自己打车回去。她没时间浪费在这孩子身上，她不知道把孩子丢在这里彻底让她妈妈下定决心，找了一整天的妈妈都快疯了。直到警方让她去接女儿，她这才松了口气，但发现女儿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她询问是否那女的干的，女儿没激化他们的矛盾，只是说想找她别来伤害你。但回家时发现自己迷路了，女儿还想弄清楚父亲真的像她说的那么坏吗？为了让女儿知道父亲不是那样的人，她特地去找雷克斯会所的老板，原来是妈妈偷偷帮她注册的。她本以为要退款，但现在她决定不退了，她只想看那个人输得一塌糊涂。崔总随口一句找他的弱点下手，这样对方连战都不用打就败了。惠生好像明白了，专门为那些富家独子挑选配偶的雷克斯红娘。惠总和崔总突然想出了个有趣的点子，他们决定举办一个假面舞会，让这些富家独子挑选自己喜欢的人，而女士们则去追求自己的目标。惠生虽然打扮得无懈可击，但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当众揭露真艾希的真面目，让他没脸再见人。大家都在找能让下辈子无忧无虑的对象，
但他却只寻找真爱希的身影。而真爱希今天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找到韩国最年轻的富豪榜首李亨珠。即使他离过婚，还带着个孩子，他也愿意花大价钱收买这边的高层，让他们告诉他李亨珠戴的是哪个面具。于是他已经锁定了眼前穿黑西装的男士，那就是他的目标，但却被一个毛茸茸的女士热情搭讪。他自信地走向前，直接把那男士拉进了舞池，然后开始了他的秀操作。但他还不知道，这一系列动作差点让他下不了台。女士们也精心打扮来到假面舞会，光是入场费就是1亿，但如果成功，那他们就能享受无忧的生活。随着主持人的宣布，女士们可以开始展示自己的魅力，去寻找理想中的好男人。你们心仪的钻石王老五会自动接近。男士们顿时热情高涨，女士们已经开始列举目标了。尽管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但红衣女已锁定了她的目标。她通过收买员工得到情报，金面具的正是财富榜前10的李亨珠。不过李亨珠已经被别人盯上，他正在想办法把目标抢过来。这时候一个胖子主动过来搭讪，他甚至懒得多看一眼，直接让朋友们嘲笑了一顿。胖子要证明不是他没魅力，而是那女的特别冷漠。他硬是让一个白衣男子去试试，谁知道这白衣男竟是李亨珠。白衣男提出一起跳舞，果不其然也是被冷冷拒绝，甚至连正眼都没看他一下。胖子心里顿时觉得很爽。而那位黑衣女子不是一般人，她一眼就看出这是个高级目标，原来一直到最后才戴上面具。在这场男女配对晚会之前，原来是把李亨珠的面具和她丈夫儿子车硕真的面具掉了。她那行动不便的丈夫天天催促儿子去找对象，作为专业红娘，她答应丈夫会为儿子创造更多机会。得知李亨珠会来参加晚会，肯定会有人打听她的面具，她不仅调换了面具，还顺便攒了人情。加入豪门对她来说不在话下，眼前的女人将来可以帮她一把，她自然给了一点小提示。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戴着面具被拒绝后，她看起来会有些失落。那时如果有人温柔地走近她，这件事她绝对不会忘记。这女人真懂事。于是她找到了崔总描述的那种孤独的人，然后她采取了主动，问他愿不愿意一起跳个舞。没等白衣男回答，就拉他到了舞池。没想到那红衣女直接得很，直接把那黑衣男拽进了舞池。刚回国的硕珍开始重新评价国内的女性，这也太直接了。而白衣男完全被台上的女人迷住了，真不得了这种动作，估计所有男人都目不转睛，可能是不甘示弱。黑衣女也开始展示她的才华，接着在舞池里掀起一阵风波，让台下的男人尖叫连连。但这女的却在玩手机，对眼前这抢镜的行为毫不感兴趣。红衣女转身露出的纹身，让慧生立刻认出了她，这人正是害死她老公的真爱希。而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崔总一直在欣赏他们的表演。艾希使出浑身解数，连打台球的姿势都让所有男人心动不已，更别说还打进了球。但这并非他的主要目的，于是他借故说掉了耳环，让那位西装男靠近了他。果然男人很快对他感兴趣，询问他是否从事舞蹈行业。艾希说这里太热，要不要出去透透气。凭他的自信，他知道那男人肯定会跟着出去。果然一切都如他预期，那男人高兴地跟在他后面。富豪微调了下面具，似乎在隐藏自己的忧伤。然后他注意到角落里的一个低调女士，出于好奇想过去搭讪，得知她是一名教师，难怪她看起来那么文雅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他们能轻松聊起各种古典文学，甚至是童话故事。而今晚这位黑妹就像牛皮糖一样粘人。这边艾希已经迫不及待，介绍自己只是个律师，绝不是舞女。她的手开始变得不老实，甚至还想主动靠近，却被男士巧妙避开。但艾希一点也不尴尬，她见过的世面太多了。当谈话变得热络时，黑衣男士主动加入讨论。从他们的对话中，黑衣男士不知为何觉得粉衣女士很熟悉，忍不住上前搭讪，说她的声音和他前女友很像，却被女士嫌弃这招太老套。男士解释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提到他的前女友已经结婚了。慧生早就猜到了他的身份，借着面具说他曾经有个男朋友，突然去国外留学，连分手都没说就消失了。相比他的前女友，我的前男友是不是更糟？男士感觉中了吧，试探他是否是慧生。就在被告知舞会即将结束，下一步就是揭面具，这也是慧生来此的目的。她必须让害死她丈夫的真爱希一辈子无法抬头。但她没料到，在揭开面具的那一刻，事情竟然戏剧性的反转了。这位顶级富豪第一次戴着面具参加这种配对晚宴，因为大家互不相识，所以畅所欲言，毫无顾忌的聊开了。眼前这位胖子话匣子一开就停不下来，让我都想逃跑。他假装要摘面具，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懂的。一边喝酒一边聊天，两人很快就聊得来。
同时在这边，有人已经开始盯上了自己的猎物。虽然男人戴着面具，但这女人早就打听清楚了，她面前的可是位大富豪，正想上前亲近一些，不巧被人打断，男人因此失去了机会离开。猎物溜走的感觉让这女人非常不爽，因此她开始怀疑女人也知道那男人的真实身份。他是来搅局的吧？女人让他放心，我对那男人没兴趣。就在这时，那个胖子已经忍不住了，一路找到这个隐蔽的角落。女人急忙叫胖子停下，差点被亲的黑衣男松了口气。白衣男问他是否也不适应这种场合，但你似乎很受欢迎啊。黑衣男有些怀疑，可能是这个金色面具吸引了人吧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的面具已经被主办方调换了。其实大家都在找的是眼前这位富豪亨珠，但这位富豪一点也不摆架子，他还提议有机会一起出去见个面。两人在这样的场合默契的成了朋友。突然背后的红衣女士摔了一跤，她伸出双手，她本能的选择了那位黑衣男士。其实这一次的接触仅仅是为了测试这位所谓的富豪亨珠，看他是否在意。真正的亨珠只能默默接受这一切。晚会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关键时刻到了，我一会儿会叫到你们的名字，你们就摘下面具，来个自我介绍。整个过程中，崔总一直在旁观，通过抽签来决定顺序。随着一个个人的介绍，慧生感觉心都提到了喉咙，因为他不仅仅是来自我介绍，而是来实施他精心准备的计划。看着目标人物已经摘下面具，他感觉自己的心跳都控制不住了。终于轮到主持人叫他的代号雅典娜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他整场的低调让所有人都很好奇。随着他摘掉面具，艾希突然不淡定了。黑衣男忍不住喊出了慧生的名字，白衣男则斜着45度观察他。记住这个45度角，他后来起了关键作用。慧生首先介绍自己是个讲师，然后解释自己今天来舞会的特别原因。艾希心虚到连看都不敢看他，手开始紧张的发抖。果然如此，慧生准备揭露那个夺走他一切的女人。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的听着，他正要说出那人的名字，这时候突然出事了。一位男会员看到了他的前妻，两人立刻大吵起来。趁着大家都被吸引注意力时，艾希心虚的假装去洗手间逃走了。慧生回头一看，艾希已经不见了。就因为他没能说出来，事情就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胖子看到刚才跟他亲热的人受欺负，冲上去想要出头，结果自己反被打了一拳。会场一片混乱，匆匆忙忙的散场。硕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前女友。慧生看到男人要走，艾希急忙跟上，但发现自己一直认错人，那人根本不是亨珠。看那女人的表情，硕真意识到对方认错人了。直到亨珠真的出现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蠢。几次拒绝的人，竟是他一直想要接近的目标，都怪这该死的面具。看着亨珠坐进豪华轿车，艾希简直是后悔莫及。好在虽然舞会结束了，投票还没开始。胖子一回到家，迫不及待的给所有女性都投了票，这样成功配对的机会更大。但没想到，亨珠的选择出乎所有人意料，让艾希知道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她做出了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。中年妇女第一次试了艳丽的口红，你得知道这是她人生的第一次正式约会，但她把约会想得太简单了。现在的约会方式哪还像他们那个时代，那时候多纯真啊。她原本是去参加一个配对舞会的，目的是为了揭露杀害她丈夫的艾希。结果一场突发事件打乱了她的计划，结果非常意外，在舞会结束后公布了投票结果，谁知道竟然是一向低调的她被富豪亨珠选中了。组织舞会的崔总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不可能在一起，崔总因此特意去找亨珠，一来是为了道歉，因为舞会以那样的结局结束；二来是为了告知他这次配对的结果。亨珠态度很和善，他说这次晚会很开心，但崔总告诉他，你选择了雅典娜小姐，她却没有选择你，而且她今年40多岁了，还有一个孩子。亨珠稍感遗憾，但很快就解释说，他只是出于好奇，他只是想知道大家最后想说什么。但人气最旺的真艾希却选择了你。亨珠感到很困惑，他之前多次拒绝了我，为什么最后却选择了我？崔总问他要不要我帮忙牵线，安排你们见面约会。亨珠更加摸不着头脑了，但最终还是决定见一面艾希，而这正是崔总计划的一部分。突然，亨珠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请求，他还有人想见，虽然不清楚他的真实意图，但崔总还是答应帮忙牵线，这也不会影响到他的原计划。与此同时，慧生收到了通知，有个他感兴趣的男士在考虑是否要见面，是否接受这次约会。慧生几乎没犹豫就同意了，目前他并没有其他的打算。组织者劝他不要过于抗拒，即使不是为了结婚，单纯做朋友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想到自己复仇的计划也需要广泛的人脉，于是他勉强同意了。他精心打扮准备去赴约，
与此同时，艾希也被安排和富豪亨珠见面。本以为亨珠同时约的是他们两个，但出乎意料，惠生见到的是一位牙医。那人看起来挺老实，两人的聊天似乎很投机。那男人甚至浪漫地邀请他到顶楼，一边欣赏风景一边聊天。惠生觉得差不多该结束了，下次再继续聊。但男人热情的邀请让惠生觉得难以拒绝，完全没想到男人竟然带他去了酒店开房。惠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，男人还让他别装作清纯，试图拉他进房间。惠生气得转身就走，但那男人还不死心，像无赖一样拽着他不放，还说酒店已经订了，不能白订，又说我请你吃喝，你都吃完了。惠生边瞄准电梯边打电话求救，一边联系救援。得知男人身份不凡，不宜再追上楼。得知前女友被疯子纠缠，硕珍迅速冲了出去，刚好被继母看到。硕珍很快赶到，紧张地询问疯子是否伤害了他，确认没人追来，硕珍这才放下心来。原本打算报警，但觉得报警太奇怪，本想就此离开，但觉得这是个好机会。硕珍不想就此放弃，他有重要的话要说。而这边亨珠看起来和艾希聊得很开心。艾希要走时，亨珠提出邀请，问他是否愿意上楼喝杯洋酒。这边硕珍也向他坦白，解释自己当初默默出国的原因，含蓄地说自己是逃兵，因为父亲是暴君，经常打我妈，我怕自己忍不住会做出过激行为。惠珍不理解当时的感情，你不信任我会留在你身边吗？硕珍认为爱一个人就要让他幸福。惠生接着他的话说，他根本就不幸福，生活一团糟。他们各自讲述过去，而不知情的艾希也来到了这里。惠生抬头一看，突然看到让他恨之入骨的艾希，他愣住了。亨珠被提示朝那边看了一眼，原以为服务员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其实看到了远处的情景，这让艾希显得心虚。惠生和另一个人谈论他们的身份时，转眼间两人就消失了。谁知道艾希急匆匆递上了亨珠的床，但出乎意料，为了早日嫁入豪门，他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，这反倒让亨珠认识了惠生。女人为了生活去富豪家当家教，却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了那里。他正要离开，却被富豪拉了回去。富豪那炙热的目光让他不寒而栗。雅典娜是他在舞会上用的名字，他的生活其实很简单，他只是一名大学讲师。因为那天在酒吧，他看到了害死她丈夫的艾希。艾希和一个男人聊得很开心，心虚的艾希以为他会毁了他们的好事，于是他赶紧采取行动和那人上了床，但他又害怕自己的猎物被别人抢走。他同时称赞那男人很有魅力，想方设法让这个威胁离开这座城市。他利用了毕业生的心态，让这位讲师寻找其他出路。起初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直到一位教授告诉他，会有一位权威讲师来接替你的位置，表面上是为了学校的声誉，实际上是变相让他离开。教授其实很好奇，你和真爱希小姐之间有什么恩怨吗？惠生这才明白，原来是他在背后搞鬼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总有转机。教授突然接了一个电话，事情因此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。富豪亨珠的儿子其他科目都学得很好，唯独语文成绩差。孩子说他已经尽力了，语文成绩他一直不好。奶奶安慰他不要紧，这可能是遗传的，你爸爸小时候也是这样。因此奶奶决定为孙子找一个语文家教。巧合的是，教授推荐了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来自一个县城。晚上亨珠回到家，刚好遇到刚教完课的惠生，听说妈妈给儿子找了家教，感谢你这么快就来帮忙，我是浩俊的爸爸亨珠。尽管两人简单交流了孩子的学习情况，但当亨珠接电话时，听到真爱惜3个字，惠生突然表情严肃，没想到那人真的喜欢追富豪，专门挑有钱人。艾希意想不到他要逃离的炸弹，反而是他认为的炸弹正下定决心，绝不让艾希如愿以偿。儿子回家后，好奇妈妈从哪找的这个家教，怎么这么严肃呢？妈妈解释说是教授推荐的，说他教得很好。亨珠没多想，只要能帮助儿子就好。而惠生不仅认真教孩子学习，还关心他的心理健康。出人意料的，男孩很乐意与惠生交流，甚至分享了自己长大后的梦想。通过与男孩的沟通，惠生深感男孩将来一定能成就大事，而他已经成就大事的父亲则是施克拉的大学姐，给予他一碗情缘的艾希。艾希没想到这一切来得如此容易，他却不知道这礼物背后的含义。在富人的世界里，这样价值5亿的戒指简直是小意思。临走前，艾希主动提议，要不找个地方喝一杯。成年人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但恒珠假装查看手机，说他明天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意味着今晚不方便。但艾希说话甜得像抹了蜜，坚持要送恒珠回家。车子一到家，艾希刚好约下次见面，
突然他看到慧生从这家走出来，当时他只看到了慧生的侧脸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难怪他觉得那么眼熟。艾希趁机挑拨，说那个女人可不是好东西。好奇这是什么意思？艾希开始污蔑他，说她是个好色又有钱的坏女人，她的手伸进了你的家，难道她是故意接近你的？恒珠听得越来越不是滋味，当初选心动女生时，他还选了她呢，没想到走了一半的慧生发现自己忘带手机了，又折回去了，这让恒珠更加确信这女的有鬼。于是他对所有女人都抱有这种怀疑，但这次冲动的做法让他后来非常后悔。女人们都不理解为何男人都这样，他只是去给富豪家的孩子做家教，离开时忘了手机，结果回头富豪却误以为他故意的，表面上彬彬有礼地递出手机，但下一秒就把他拉回怀里，问他是不是故意玩弄他。慧生嘲笑他想多了，我在这里只负责教好你儿子。韩国女人刚想挣脱离开，却被男人揭穿，你就是舞会上的雅典娜，所以你是故意靠近我的。女人给了他定心丸，我一个寡妇带着女儿，你看我有什么需要勾引你的？再说你现在的态度，我决定孩子考完后就不来了。话说的坚决，让亨珠开始反思，这么矜持的人为何会出现在配对晚会上，而为何艾希会说她是捞女？殊不知艾希的手段很高，她想借律师的身份加入亨珠的律所合作。大家都知道她在和亨珠交往，如果她加入，能稳固律所和她的关系。男人一听，双赢，立刻同意。殊不知这正是他走向灭亡的开始。原本打算让朋友约亨珠出来，想给他的惊喜，但亨珠竟然不领情，说他今天太忙了。艾希就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亨珠在那边耍帅，开着300公里的速度赛车，旁边明明坐着个美女。为了这次约会能成功，有人甚至包下了整个赛车场。这不是男人的自愿，而是女人的撮合。如果成功了，他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。那女孩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，只是个大学教授，但她母亲很厉害，是未来总统的秘书，无疑是权力中心的红人。只需要崔总出面帮忙促成他和富豪亨珠的婚事，好处自然不必多说。最开始他假装为亨珠配对艾希，他知道越是急切的人越容易露出破绽。果然在约会的晚上，艾希就投降了。后来艾希收到了一枚巨大的钻戒，他以为是亨珠输给了他的魅力，其实那只是富豪们用来分手的礼物。天真的艾希却浑然不知，作为一位顶级的红娘，崔总抓住机会把秘书的女儿丁美珍推给了亨珠。亨珠对她印象深刻，在舞会的那晚，除了艾希引起轰动，穿黑色衣服的丁美珍也很抢眼，但亨珠只看了她一眼就拒绝了。她跟艾希是一个类型的。崔总提醒她，现在真爱的婚姻有多少？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，你得展示完美的家庭形象，说到底你需要的是一个奖杯，而不是爱情。于是他把美珍当成了追求的奖杯。约会结束时，亨珠提议去喝一杯，这女人真聪明，她果断拒绝并说下次吧。她知道男人提喝酒是什么意思，这是崔总教的欲擒故纵策略，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难得才是最好的。果然亨珠开始对他感兴趣了。在他家里，慧生激动得不得了，没想到亨珠的儿子在努力后竟然考了满分，奶奶感激不尽。知道这是慧生的最后一课，他不仅教了孩子学习方法，还让他保持正确的心态。不管怎样，母亲总是你的妈妈。男孩内心感到一阵温暖，因为慧生说出了他的心里话。慧生正要离开时，亨珠的妈妈邀请他留下共进晚餐。慧生婉拒了，他看了一眼亨珠的反应，他和李先生已经约好了，等军号考试结束后，我就不再继续教了。其实亨珠已经把这事忘了，看着慧生老师要离开，儿子眼神里满是不舍。他瞪了父亲一眼，不吃饭就回房间了。不知为何，他就这么走了。这位家教让亨珠心里乱了套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或许能解答他的疑惑。可他并不知道，这段时间艾希感到被冷落，他意识到这与手上的戒指有关，于是他施展了一次巧妙的操作，让一切都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。富豪的生活疯狂到难以想象，就在1秒前，他对自己儿子的家教老师非常无礼，下一秒却完全变了个人样，90度鞠躬道歉，还特别为这位女士准备了盛大的场面。女人更加不明白他到底在搞什么，她不知道他其实只是完成了孩子的课程。她礼貌地与他们告别，这也是李先生的特别要求。孩子的考试一结束，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看着老师离开，儿子显得依依不舍，甚至开始再次怨恨他的父亲。他本想教育儿子那个老师不怎么样，结果被儿子反驳说是他的思想有问题，这让他开始反思。他想起了舞会上的那个人，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配对舞会，于是约定有机会就摘下面具见面。之后当主办方告诉他与艾希成功配对后，
在询问他是否需要安排约会时，他虽然同意了，但他还想额外见一次戴金色面罩的男子。崔总很爽快地答应了。也正是因为先见了戴金色面罩的硕珍，在他和艾希的约会中，他无意中看到硕珍也在约会。起初他以为他们两个也是配对出来的，没有打扰到他们。没想到硕珍的约会对象是慧生，因此他不得不再次联系硕珍，才知道他们原来在大学时就相识。但这不对劲，为什么在晚会上你没有认出他呢？接下来的部分更关键。硕珍把慧生描述成了超凡脱俗的人物，不是我没认出他，而是他根本不参加这种活动，因为他太忙了，一个人抚养孩子，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。这次参加晚会，是他妈妈未经他同意报名的。他参加活动，并不是为了找对象，而是有事要说。了解了这些情况后，亨珠感到自责，他怎么会听信艾希的话，自己成了误会他的人。其实真正有问题的是艾希。与此同时，艾希也感受到了亨珠的冷淡。自从接受了这枚戒指，亨珠就开始避开他。他终于明白，亨珠是用戒指来测试他的。于是他决定要么不做，要么做绝。亨珠为了挽回孩子的家教老师，特意邀请了5星级厨师独家服务，向慧生赔礼道歉。因为我周围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，所以我错误地怀疑了你。为了表示歉意，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，只希望你能回来继续当家教。慧生并没有接受这个提议，慧生拒绝了他的请求，说会考虑考虑。亨珠总算是松了口气，但意外发生了。晚上慧生突然接到亨珠的急电话，说孩子还没回来，可能会去找你麻烦。如果你找到他，请通知我，我会派司机去接慧生。请放心，我会好好跟俊浩谈谈。但这次谈话出了点问题，电话刚挂，艾希就出现了。出于礼貌，亨珠请艾希进来坐，没想到艾希来是为了还戒指，还说自己太天真了，原以为那是爱的礼物，如果那是对我们那晚情谊的补偿，我不需要。原本想摆脱坏印象，让亨珠回心转意，但亨珠根本就无动于衷。于是他开始故意疏远，回头大骂亨珠，说亨珠狂妄自大，只因为有钱就以为每个人都想要你的钱。我本来就不感兴趣，如果不是崔总的推荐，我根本不会见你。你这种不尊重人的态度，我真是看错了你。还有那晚我们的放纵，只是我寂寞而已，并不是你有什么特别的。所以该结束的人是我，不是你来结束。用同样的方式反击，这让亨珠开始重新评价他。然后亨珠带他去了酒窖，然后他问要不要来一杯。话锋一转，事情有了进展。艾希开始脱衣服，边脱边说怕喝酒上火，其实他只是想秀一下自己的好身材。慧生答应俊浩会回到他家继续当家教，所以以后别轻易离家出走了，担心老师会反悔。俊浩邀请老师回家玩游戏，他们却不知家里已经有不速之客。艾希虽然说他们已经分手，但觉得可以做酒友。亨珠忍不住笑了，他见过太多女人这样了，还是顺着艾希的话接茬，觉得这样也挺好。做朋友，艾希以为自己得逞了，不料亨珠的儿子正好回来，儿子一进门正好看到他们俩这不清不楚的样子，慧生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不是因为亨珠有女人，而是他居然看上这样的女人。亨珠尴尬的不比他们少，女人用高级精油给瘫痪多年的老头按摩，说是能让老头舒服多活几年，表面上说不离不弃，还说要白头到老。但老头不是傻瓜，这嫩妻比自己小30岁，两个人心里都有小算盘，毕竟老头还有儿子。看着父子俩和睦相处，娇妻更不安了。幸好他发现了儿子如此匆忙的出门，肯定心里有事。痴情的男人常常败在女人的风情下，只要把眼前这位女士搞定，他就认为自己这一生赢定了。嫁入豪门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一切，这跟爱情没有半点关系。艾希对富豪的追求毫不掩饰，尽管亨珠有个大儿子，他还是想尽办法在富豪面前展现自己迷人的身材，挑选最浓烈的红酒，比拼谁先醉。女人的安排对于新晋富豪连用脚趾头想都能猜到。偏偏这时候儿子带着家教回来了，两人的气氛显得格外暧昧。但慧生看在眼里，只觉得这个女人又在祸害男人，她的丈夫就是被这种女人玩弄致死。艾希却极其厌恶不能生育，觉得这破坏了她的大计。第二天他们就被房东通知房子要被收回，要求他们尽快搬走。母亲安慰女儿说搬家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艾希却找上门来，她担心他们不知道搬家的真正原因。艾希当着慧生女儿的面直言是她妈妈破坏了她的好事，女亦火冒三丈，直骂她全身散发着狐狸的气息，说她父亲临死应该拉她一起陪葬。这番话让艾希对这个10几岁的小姑娘怀恨在心。不久后她竟做出了极端的事，无人知晓艾希的童年有多阴暗。
得知惠生明天要搬家，硕珍急忙赶来，女儿哭着告诉她是艾希故意为难我们，把我们赶了出去。没想到硕珍已经准备好了对策，告诉他们不必搬家，因为他已经把房子买下了，所以这房子现在是我的。那晚并没有得到富豪亨珠的青睐，艾希明显不甘心，而且那晚亨珠对惠生的眼神明显与众不同，于是他又约了亨珠出来，直截了当的问：在你心里我排第几？虽然他们之间已有过亲密接触，但亨珠还是明确表示，我现在没考虑结婚的事，也没打算对任何女人动心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次儿子的考试又得了满分。父亲一听，夸张的夸奖了一番。儿子无语地说，上次我得满分你也没这么激动。父亲就顺势接话，要不要感谢一下老师呢？表面上是为儿子的成绩庆祝，实际上是借机邀请惠生母女出游。从亨珠的眼神可以看出，他掩饰不住的兴奋。饭后大家准备去垂钓，俊浩不小心割伤了手指，惠生紧张地用手帕暂时包住伤口，一边安慰他没事，一边叮嘱他回家要注意伤口。看着两人的互动，亨珠突然感觉有些不真实，直到惠生提醒他，你愣着干嘛？快点拿工具箱来。看着惠生熟练地处理伤口，亨珠情不自禁又多看了他几眼。看那两个孩子无忧无虑玩耍的样子，惠生仿佛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。亨珠也不禁感叹，好久没见儿子这么开心了。两人不经意间的小互动，却没注意到旁边的小潜艇。等潜艇过去后，一阵风突然吹过，惠生差点站不稳，亨珠反应快，立刻扶住了他。这次接触，不知怎的，两人心里都生出了好感。硕珍那边闲来无事就刷惠生的朋友圈，后悔当初没说一声就离开了。虽然解释过了，但感觉两人之间总缺点什么。突然看到惠生和亨珠的合照，他不敢再多想，他们不会有那种关系吧？突然他爸来找他，说我能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人。硕珍不懂他啥意思，毕竟无风不起浪。女人暗示我们可以合作，没想到他提出的合作竟让硕珍心动了。女人穿着睡衣在酒店里得意洋洋，但因为缺少生活用品，特意让服务员上门服务。没想到门一开，前夫突然冲了进来，酒店里的女人明显慌了。虽然他们也无关系，但房间里藏着的男人和他关系可不小，他上前直接给了男人一拳，大骂他是个卑鄙小人。前妻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，原来他当着孩子的妈大大方方的回家，还警告亨珠别借教育孩子的名义请家教，实际上是为了掩饰自己对女人的渴望吧。家教正好上完课，一回头就看到了他口中的那个你，于是当场就质问起来，在孩子面前不懂得避嫌吗？这么靠近亨珠，肯定是别有用心。男人试图让他闭嘴，结果被前妻狠狠地扇了一巴掌。亨珠怒斥他立刻滚出去，别侮辱我儿子的老师，并警告他未经我允许，不准再踏入这扇门。前妻没吭声，只是默默记在心里。他们却不知道，这正是一心想嫁给亨珠的艾希，在前妻面前挑拨离间。作为亨珠公司的合作律师，表面上向前妻报告公司经营情况，实际上是想告诉他，你前夫正被人迷得神魂颠倒，小心公司被人吞并。虽然和亨珠无感情，但一旦涉及到利益，他绝不手软。而艾希的目的就是想让惠生离开亨珠家。不知道的是，这边有人更加急迫，想用自己红娘的身份帮老公的儿子撮合好事，因为他知道这继子对惠生的爱已经深入骨髓。俩人心照不宣，亨珠对惠生开始有了感觉，于是他们达成了一致，我帮你赢得亨珠，你放弃继承权。他采用的方法特别简单，不只是搞错了鸳鸯，还故意安排两队人见面，加上他的巧妙手段，连死马都能说成活马，没有人能反驳。毕竟他们真的被安排去约会了。惠生赴约其实是想弄清楚崔总为什么这么努力撮合我们，究竟有什么目的。硕珍知道瞒不住惠生，单纯的前妻被艾希挑拨，这让亨珠很不舒服。惠生要走的时候，亨珠问惠生能不能抽时间陪陪我。都知道男人生气时就爱喝酒，喝了酒就会吐真言，可能都经历过类似的事，被伴侣背叛，这让他们有了共同的话题。婚姻就像酒，香味诱人，喝下去才知道有多刺激。不知道是不是伤心时最容易动情，亨珠借着酒劲说惠生还很有魅力，不然硕珍也不会多年来还念念不忘。惠生对他说，我和硕珍已经回不去了。亨珠迟疑了半天，最终还是说了出来。看到惠生警告的眼神，他立刻改口说只是开个玩笑。几杯酒下肚后，亨珠心情好多了。惠生一路上都在开导他，亨珠表示他不喜欢欠人情，如果你有什么需求尽管说出来。帮助这个词让惠生停下了脚步，我现在确实需要你的帮助，这也是我这辈子一直未能做到的事。很快的，亨珠以酒会的名义邀请了所有的名流，目的是揭露艾希的真面目。
利用惠生提前准备好的证据，证明艾希确实与她的丈夫有染。这是我丈夫为你定制的终身承诺戒指，这种特制的戒指很容易就能追查到你们的关系。艾希极力否认这是陷害时，突然有人给了艾希一个耳光，并且当众揭穿了真相。艾希挪用了公款，还企图勾引惠生的丈夫，让他替你承担罪责，结果反诬他强奸。这人实在太毒了，知道他会反驳，那位男士掏出了以前的录音，让大家看看你是如何先勾引我的，然后让我做假证，害死了惠生的丈夫。这一刻真相大白，检察官在关键时刻介入，将他带走进行调查。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没想到这才只是开始。其实这全是亨珠的功劳，他找到了监狱里的头目，只要你说出真相，我就让你重获自由。但他们没想到，艾希的能力远超他们预期，本该被拘留审问的艾希竟然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。在沮丧之际，艾希发话了，看最后谁笑到最后。显然艾希要进行报复，而他之前冲进酒店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。真没料到艾希还有更厉害的手段在后头，包括要保护的那个会社，他却让他清醒过来。现在你应该求我嫁给你吧。他之所以那么嚣张，是因为有强大的后台。原本铁证如山，他还是被带走审问了。但惠生没想到，这国家的法律简直乱套了。虽然不清楚他怎么逃脱的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你在上流社会的名声已经臭掉了，想嫁入豪门，怕是做梦吧。却被艾希给上了一课，别管太多，不要只顾着自己，保护好自己周围的人才是重要的。起初他以为艾希只是在吓唬他，没想到艾希确实很辣。因为艾希的罪行被揭露，被艾希利用过的社长半夜被人绑架。第二天新闻报道，曾任社长的崔明佑今晨在汉江发现他的尸体，在大桥上找到了他的遗书，坦诚自己因为被亨珠威逼，对艾希做了伪证，心怀愧疚而自杀。一时间亨珠成了众矢之的，被说生活不检点，用钱陷害前女友，公司股票一落千丈，让美国的股东大为光火。尽管亨珠解释说会澄清，让股价恢复正常，美方决定暂停他的执行者资格，我们会让你兄弟崔成宰接手你的职位。其实他的兄弟早就背叛了他，在婚前就已经在照顾他的妻子，甚至在合伙协议上动了手脚。公司股票大跌是怎么回事？他即将成为新的执行者。作为兄弟，亨珠根本没仔细审查，这个陷阱被艾希发现了。崔成宰问他有什么话要说，艾希不再藏着掖着，我们来合作吧，我帮你对付亨珠，让你成为执行者，我只想看到他的堕落。亨珠陷入绝境，会去找他的恩师孙议员。孙议员答应帮他解决问题，他说，你是我用奖学金培养出的人才，我会帮助你，但我有个条件，和我安排的女人结婚。亨珠以为是议员秘书的女儿丁美珍，于是告诉议员，我已经有了心上人。很快一个矮个子赶到，没好气地坐下。议员解释说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娶艾希。所有流言蜚语将不攻自破，一口气憋回家。没想到艾希背后有这么大的靠山，看他那嚣张劲，给出2个选择，要么等死，要么握我的手。火气本来就大，议员的秘书一心想把女儿嫁给他，这种心情下谁能吃得下饭？这影响了女儿嫁给富豪的机会。秘书找上门来，议员质问他为什么这么自私。我为你当了一辈子秘书，帮你处理了无数麻烦，甚至刚把你从检察院里捞出来，你竟然还想抢我女儿的婚事，心里的苦没法说，这都是你自己种的因，现在就得承担这个果。秘书警告他，没有我你怎么可能赢？如果有人阻我，我会像处理崔总那样处理他，悄悄解决掉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但亨珠的心态彻底崩溃了，他早已暗下决心，而女儿却浑然不知，因为他们触怒了不该惹的人，对方已经开始报复。女儿发生了车祸，紧急送到医院，母亲听闻后急忙赶到，疯狂地让医生救救她的女儿。女儿被抢救回来，但母亲却无法接受。什么意思？3天醒不来就再也醒不来了？医生只能说听天由命。虽然肇事司机一直道歉，他不应该因疲劳驾驶造成大祸，但他对司机也无可奈何。他只希望女儿能醒来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女儿还没有醒过来。崔总特别强调你女儿很幸运，那司机没能如期完成任务，这才让你女儿还有一口气。惠生不懂他什么意思，直到崔总拿出那张照片，他这才明白，原来司机早就被艾希买通了。惠生没想到还有这么毒的人。助理淡淡的告诉亨珠，惠生的女儿出了车祸。惠生现在哪顾得上去找艾希算账，他现在分秒必争的陪在女儿身边。被崔总逼迫的照片被亨珠看见了，也猜到这跟艾希有关，一股怒气涌上心头，这才有了之前的那一幕。他气冲冲的找到艾希，大骂他连人都不如，
竟然连小孩子都下手。但艾希的一句话，让亨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艾希终于穿上了婚纱，这边半身不遂的老头在骂年轻妻子，真是胆大包天，竟让我儿子娶个寡妇。他不知道儿子此刻激动的想哭。慧生本该10年前就嫁给他，今天他们终于如愿以偿，没想到最后的大反转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慧生的女儿终于醒了，亨珠在外头终于松了口气，但没想到公司突然被税务机构调查，以偷税漏税名义扣押财产，公司一片混乱。亨珠不用想也知道这肯定和艾希有关，于是他去找议员讨论对策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议员就劝他别无谓挣扎，就跟艾希结婚吧。亨珠感到困惑，他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何这么帮他？议员不愿多说，只是给了亨珠3天时间考虑。其实议员也是被逼无奈，本想只帮艾希出检察院，叫他走人，但艾希显然不满足，毕竟我的处境是你造成的，如果让我消失也可以。我和亨珠什么时候能结婚？我们什么时候能断绝关系？我不再打扰你，让你安心竞选总统。得知亨珠的公司再次出事后，慧生做出了决定，他打电话给崔总，询问上次的话是否仍然有效。崔总正等着他这句话。慧生问结婚的事，你多久能让艾希受审？崔总让他放心，嫁到我们家来，从此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一旦提交证据，艾希无法辩解。老头一听，我的小妻子竟为儿子找了个寡妇，儿媳气的让他滚脱这个家，小妻子全程未发一言。对付这种瘫痪老头，只需让他生气就行。果不其然，老头一气之下摔倒在地。慧生整理老公东西时，找到了一个 U 盘，出于好奇，他打开了文件查看，竟然找到了艾希和她老公的通话视频。听到艾希在那抱怨，她明明每天都看着自己的生父，却从未感受到过亲情。她还把摄像头对准了正在直播的那个人，告诉他这就是她的生父。慧生这才恍然大悟，这就是她能从检察厅走出来的原因。原来她是个不被认可的私生女。慧生找到艾希，给了她一巴掌，一方面是为了女儿出气，另一方面是警告她的狂妄。我会让你和你的生父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她的警告却让艾希感到了威胁。艾希听到生父打电话让手下处理慧生，这才让艾希感到满意。接下来就是等着亨珠求婚。议员此刻希望时光能倒流，宁愿自己当初被阉割，也不愿意有这样的后代。慧生一边开车，一边想着要打电话，突然被人从后面逼停，头直接撞在方向盘上，联系不上慧生。亨珠立刻猜到是艾希在搞鬼，于是打电话给艾希约见面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慧生昏迷在后备箱里，秘书在后备箱拍了照片，然后发给议员，把车放在报废架上，全程用手机录像。完成议员的任务后，秘书总算松了一口气。与此同时，艾希被亨珠邀请过来，亨珠一脸讨好的邀请他进屋。艾希搞不懂这个场合是什么情况，司亨珠告诉他，我要举办记者会，宣布我们的订婚。艾希心里偷笑，没想到这招竟然有效，更没想到亨珠竟然还准备了婚纱。这一刻他等了太久，原来男人一旦温柔起来，真能让人忘掉所有烦恼。正当他沉醉其中，亨珠轻轻点了点头，没想到屏幕上新闻正在直播，涉嫌谋杀的候选总统议员和私生女的阴谋。记者们都想去挖掘这个爆炸新闻，但被亨珠拦住了。亨珠指出，那个私生女就在这里，你们还想去哪？艾希被亨珠抓住，无处逃走。亨珠开始逐一揭露他的罪行，记者们迅速围攻议员，让他的手下去处理。慧生的视频也被公开了，议员气得要爆炸，他几乎要掐死秘书。秘书其实早就和慧生合作了，他清楚的知道，带着麻烦的艾希，议员不可能当选总统，甚至还会连累他。于是他和慧生一起彻底将议员送进了监狱。艾希的好日子也结束了，但他还在硬撑，他终于崩溃了。慧生问他为什么不追求自己的幸福，艾希告诉他别做梦了，他声称这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幸福。慧生曾答应崔总会嫁给淑珍的，但奇怪的是，淑珍居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，把今天这么重要的位置让给了亨珠。因为他明白，慧生真正爱的是亨珠，爱就是要给对方幸福。虽然问了个废话，但结婚仪式上这句是必须的。硕珍为自己当年的离开感到惋惜，但能看到慧生幸福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艾希永远不会懂，为爱的人着想，这就是幸福的表现。